美国计划援助乌克兰辉鹰察打一体无人机，这件事厉害的不是无人机，而是等同于美军参战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超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知情人士表示，拜登政府计划向乌克兰出售4架 MQ-1C 辉鹰无人机。这些无人机可以用于战场侦察和对俄罗斯地面部队发动攻击。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，最近通过的400亿美元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已经拨出了资金，用于资助无人机的可能销售和所需的培训费用。公开的资料显示， MQ-1C 辉鹰原来主要装备美国陆军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部署了250余架辉鹰无人机，在其100万飞行小时中，有超过80%的飞行是用于支援作战部署，其任务的完成率超过了90%。该机沿用了捕食者的设计，采用了一台由德国研制的百夫长型活塞式发动机。辉鹰无人机全重1.6吨，最大升限8839米，最大航速为每小时280公里，最大巡航距离可达4630公里，留空时间长达25小时。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使用比较多的是土耳其提供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，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。而美国可能提供的 MQ-1C 辉鹰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 TB2 的3倍左右，在载弹量、航程、多任务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。MQ-1C 辉鹰的定位原先呢是以强胜弱的非对称战争，无法适应高烈度战争。很多人因此认为，该机就算到了乌克兰，也会被俄罗斯空天军轻松击落。真可谓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，辉鹰出售给乌克兰，会给俄乌军事合作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，特别是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支援的影响，应该说更是不可估量。首先， MQ-1C 辉鹰的出售意味着乌军拥有了一种能够在俄罗斯境内作战的武器。虽然辉鹰的作战范围大约为500公里，但它的最大航程大约为5-6千公里。乌克兰在技术上似乎可以使用辉鹰无人机携带少量的导弹，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无人机突袭。其次，这对莫斯科的威胁可就不能忽视了。其次， MQ-1C 辉鹰能够携带各种各样的侦察设备，而这些侦察设备呢，与北约的情报系统是可以实现互通互联的，这对俄军在乌克兰的后续作战是非常不利的。最后， MQ-1C 辉鹰能够携带卫星通讯设备，可以和天上的通讯卫星相连，那就等于它侦察到的信息能够实时的传递给乌克兰、欧盟的某些国家，甚至传递给美国。这就意味着让乌军获得了一种能够让美军直接控制的无人机。通过卫星通信控制的无人机，你是很难分辨它的地面控制站的位置的。这就意味着美军完全可以在北约境内，甚至在美国境内直接控制 MQ-1C 辉鹰的攻击行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如何先进，而是美国军方会不会直接控制 MQ-1C 辉鹰参战。一款无人机哪怕你再先进，恐怕也很难改变俄乌冲突的局势。但是一种新的作战方式、作战体系的出现，有可能让俄军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但是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，如果美国通过这样的方式间接甚至直接的参战，那么将会对俄乌冲突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这恐怕才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